庄旭，你终于来了。周辉，一开始还说不来，欢迎欢迎！没想到我们庄大帅哥今天还会过来。你们两个前脚后脚到，不会是约好了吧？不是。我刚刚结束了一个聚会，所以现在才过来。抱歉啊，仓促准备的，生日快乐！谢谢。庄旭先罚一杯，罚一杯啊！行，你算我一个到。你早说来了要喝酒，刚刚我就喊了个同城快递了。来，快，干了！好，来，坐，来，到我的歌了。好的。等会儿来，干杯！我说你们有合适女生给我介绍介绍啊？哥们还没着落的，你们一个个都成双成对的。哎，庄旭不还单着吗？你急啥？他是主动单身，我是被动单身，能一样吗？你说清楚，你是怎么跟教授们说我的？今天吃饭进店前，正好看到聂曦光男朋友送她，还亲了一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赶紧进去了，好甜啊！我也想看。还是喝少了，快喝吧你。呀，得了吧你。干什么呢？就这一会儿一直发消息，好长一会儿了，好不好？我敬庄旭一个呗。来，庄旭。合起来啊，你们都。好听！哎，信仰谁点的？我点的，切了。我喝多了，唱不了了。你们是喝了多少啊？当水啊？这次不怪我们，庄旭带的头。我信你个鬼！是谁都不可能是庄旭。是我。难得开心，别管他们。切了，下一首。哎，西瓜，你是不是蛮喜欢那首歌的？我来。啊！神奇！我们庄大帅哥也要唱歌。他不是唱过这首，毕业之前有次去 KTV， 那次不是满了没去成吗？记傻了，是后来有次我们班里的同学。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前天那个师弟在宿舍楼下摆蜡烛唱歌跟人表白，歌没选对，唱这首歌说不定就成功了。如果有人在宿舍楼下对我唱这首歌，我一定就答应。哦哟，看得出来你想谈恋爱了。你们笑什么？我认真的。如果有一个人那么认真的对我说我爱你，你是我的信仰，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动人呢？是否你也想着
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什么情况？到高潮不上了？就是。不会了。听说过只会唱高潮的，哪有只会唱前面的？下一首我来，保证把高潮唱完。思亮啊，我先走了。这么早？得回苏州嘛。好吧，不过下次来上海，可别只叫小凤了啊。好，我知道了。那我走了。拜拜，拜拜，拜拜。你注意安全啊，路上小心啊。大家保平安。知道了。拜拜，西瓜，拜拜。还没结束。这么多小兔子，哎呀，你好小一只啊！这里面有你的爸爸妈妈吗？哎呀哎呀哎呀，好可爱！逆旭光，不在宿舍楼下唱，可不可以？你怎么知道？你元旦的时候没有和李宇森在一起，是吗？为什么骗我？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他现在在一起。是吗？我猜到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以为你会去上海工作。毕业前的招聘会，我帮你投了几份简历，都和华亚很近。可是你迟迟不出现，我忍不住打了电话，却一直是关机。我也打过蒋蕊的电话，也是关机。后来我回南京去了一趟蒋蕊家，张阿姨跟我说你和蒋蕊出国留学了。元旦再见到你，你说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之前只是去游学，现在却又有人告诉我那会儿你们没有在一起。我做错了什么，聂喜光？我可以接受很多理由，但是这样的错过，你不觉得遗憾吗？
我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确定。你说。大学的时候，我问过叶柔，她对我说，你们只是不太熟悉的邻居，我才会向你表白。我并没有横刀夺爱的意思。以前我给你发过短信解释，但是你没有回我。请问你收到了吗？收到了，可是那我没有遗憾了，我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没有遗憾了。我先下了，请你等下一趟。倪曦光，倪曦光，倪曦光，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以前对你有很多误解，我一直想弥补，我想等到了上海重新开始，我以为一切都来得及，可是你一毕业就不见了，我到处找不到你，我以为你出国了，我去江瑞家找过你，张阿姨说你出国留学了，倪曦光，你说过的，毕业的时候你说过的，你说过大不大会回来的。你放开我！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我不该过来自取其辱。我这辈子最怕输，但是聂曦光，我已经一败涂地了，还能怎么输？你觉得我现在疯了是吗？我当然疯了，不然我怎么会忍不住？我会忍住，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要去找你，在长白山，在这里我都忍住了。聂曦光，我一直在忍住。可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元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一切？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元旦的时候为什么骗你？你就不能稍微回忆一下吗？堂堂投行精英，不至于这么健忘吧？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突然这样，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请你保持大学校友的距离，不要对我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
不合时宜。你现在跟我说不合时宜，一开始不合时宜的不是你吗？明明知道不合适，却那么执着的要挤进我的生活，然后在我投降之后一走了之，直接消失。既然你以前可以不合时宜，我为什么不可以？庄旭，你别骗自己了。找一个人真的就那么难吗？电话打不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说你对我有误解，你凭什么对我有误解？就因为别人说的话。可是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我做过那么多事，说过那么多话，你看不到、听不到吗？凭你的智商、情商，你真的看不明白吗？你只是不想明白，你只是有恃无恐。大葡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我，但是就算那个时候我懂了，凭什么要我自己回来？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过。元旦那天就算没有误会，我也会选择他。不是选择。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就不存在选择了。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都跑到这儿来找我，生人怨伤，不开心？没有，就是我的脚想过来，想早点回去了。马上就回去。不过，要不要和席教授他们打个招呼？啊？
可爱的小姐，你已经是 Vincent 千山万水才找到的女朋友，请你不要生他过去相亲的气，那是我赶鸭子上架的。我向你保证 ，Vincent 是一位见证廉洁的美男子。好的，尊敬的教授，谢谢你的推荐信。艾六教授的中文真好。艾六以前是席教授的学生，他为了追求席教授，苦练了好几年中文。学生啊？其实他最早学的是计算机工程，一次偶然的机会可以旁听席教授的讲座，后来居然猛补医学专业，最后成功成为了席教授的学生。虽然是毕业后才开始追求，但是我们都说他心怀不轨，居心叵测。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毫无疑问，这是艾六曾经洋洋自得的自我评价。好吧，看来艾六教授的中文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你今天和教授们谈得怎么样啊？还不错，我对脑机接口方向很感兴趣。以前读书的时候，为此还兼修了一些生物工程方面的课程。不过脑机接口横跨的学科非常广泛，还涉及计算机、生物神经学等等。我打算最近系统的学习一下。你还兼修了生物工程？你不是说读书的时候忙得谈恋爱时间都没有吗？所以破案了。为什么我那么忙？好有道理，逻辑通顺了。因为你是好学的小天才。过奖，你男朋友只是兴趣广泛，睡眠需求少，所以时间比较充足，远远称不上是天才。你今天怎么这么谦虚啊？平时我难道不谦虚吗？那是开玩笑，我内心很谦虚。大概是因为见过一些真正的天才。你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啦。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加入席教授的团队啊？我跟教授说了，要等公司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才能正式加入。那会耽误你在教授那边的事情吗？不会，他们也刚刚回国，也需要一段时间筹备实验室，组建队伍。那就好。雨伞。怎么了？没什么。天气终于暖和起来了，今年冬天感觉好长啊，我大衣都穿累了。对了，西光，我和雨华发现了一家特别划算的干洗店，你冬天的衣服要不要一起送洗啊？好呀，人多的话是不是有团购优惠啊？当然有啊，不过你这话有点不符合大小姐身份吧？你再乱喊，我不请你吃饭。那林总呢？你不请，林总请也可以的啦。林总肯定听大小姐的。今天深圳的设备放过来，早上我都在厂区，中午就在那边吃了。知道了。我们公司的特色，副总要向员工汇报行程。
给我看你手机干嘛？屏保很甜，我知道啦。我是让你看还没有到上班时间，所以呢，这是男朋友汇报日常而已。西光，你变了，不再羞涩了，居然发起狗粮反击战。我总要有点长进的吧。啊，好了，上班了。舅妈，西光，你上班了吧？哦，我刚上班。舅妈今天特意在上班时间打电话给你，因为有一桩工作想跟你谈。工作？对，我们成瑞最近在进丰腾集团苏州智能数字中心的设计标。上次参观完你们公司后，我突然有了灵感，想跟你们合作，在建筑设计方案引入 BIPV 的概念，设计一座绿色节能建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参与？当然有兴趣。那你们看看什么时候方便，我带上设计团队到你们公司，大家一起探讨下方案可行性。我们随时有空。行，苏州近得很，我们下午就到。好。舅妈是一个特别风风火火的人，小时候她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就辍学了。舅舅当时是大学生，一毕业就进了设计院。据他自己吹牛，当年他可受欢迎了，结果呢，被我舅妈3下5除2就拿下了。后来舅舅从设计院出来，和舅妈一起创业，才有了如今的成瑞。名义上舅舅是老板，其实家里公司里的大小事情都是舅妈说了算。长白山旅游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比较省心。你觉得呢？我不觉得，男主人怎么可以省心？你可别学我舅舅。也是，那我去无存精。一会儿舅舅来。不来，舅妈说她在忙另一个项目，智数中心的项目由另一位资深设计师负责。哎，好像是他。舅妈，哦不，沈总。林总，聂总，我又来了。沈总天天来都欢迎。小林这嘴甜的，我在长白山就知道你有前途。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智数中心项目的设计师汪总，这是胡工、费工。你好。我们进去说吧，我们总经理张总还有技术部门的花总都在里面等着了。请。丰腾苏州智能数字中心是丰腾集团在江苏省的重点投资项目，坐落在太湖之畔，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拟建成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智数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除了一些知名的建筑设计院，还有像盛远、远程这样集设计和施工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地产集团。尤其是盛远，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邀请了国际著名建筑师杜兰加盟。面对强手如林，我们成瑞一直在思索破局之法。上次我到双远来参观，流光花园给了我很多灵感，联想到丰腾集团实工人丰腾近期在公开采访中多次提到绿色环保的概念。我回去和大家商讨，大家一致觉得可以引入 BIPV 这个先进的概念。以绿色节能、减碳建筑为亮点，另辟蹊径，在功能和理念上做些文章。这是我们的概念设计初稿，以丰腾集团的风为理念，以扬帆领航、乘风破浪为主题进行了这一稿设计。建筑主体为帆船造型，群楼部分就像船身，整个建筑看上去如同一艘正要起航的巨轮。我们双远如果能参与到这样的大型项目中，是我们的荣幸和机会。李森，流光花园这块一直是小聂负责的吧？对，小聂是总负责人。小聂最清楚这块。小聂，你说几句。流光花园是我和花总一起负责的。啊，你说，我只管技术。好。
早上接到沈总电话的时候，我很激动，但是现在看到程瑞的概念设计图，我却冷静了下来，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流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程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这是我准备的流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大家都一样。我听了沈总的介绍后呢，觉得加入光伏系统，提出节能减排，响应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号召，绝对能成为设计亮点。但对于光伏和建筑怎么完美的结合，现在也是两眼一抹黑。大家都需要个了解的过程。待会开完会，我们可以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厂区，实地了解一下我们光伏电池产品。那最好不过了。下午我们打算再去技术中心的现场踏勘一次，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我其实是挺想去了解一下那边的地理环境和光照条件的，但是，要跟设备厂开会，抽不开身。那林总和小聂过去吧。好。好。我们的 PERC 电池技术对整个光伏市场来说是有代差的产品，未来用在 BIPV 建筑上也会很有优势。厂区我带大家过去，我正好要回去。上次我去过了，今天我就不去了。我跟张总、林总还有小聂商量点事儿。一会儿你们参观完喊我，我们楼下集合，一起出发去现场。行，那就麻烦华总了。行，那大家到我办公室坐坐吧。好啊。今年的世风龙井，沈总尝尝。好，来，谢谢。好茶。自从小林来了，我才又有了喝茶的闲心。可惜小林又要走了，还好小聂能干，又顶上来了。以后我还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之前听小林说，张总似乎要去美国跟儿女团聚。你们现在听着，似乎要再干10年。有个好消息还没告诉舅妈，张总决定暂时不退休了。好事儿啊！张总这精神头，现在退休真是可惜了。小林，你是怎么说服张总的？不是我说服的。别提了，我老伴儿总催我去美国，过完年他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就先去了。上个月气呼呼的就回来了，说儿子一家人根本就不欢迎他，他再也不去了，让我爱干啥干啥。我心里想，这可不就太好了？一把年纪了，谁稀罕去美国受洋罪啊？那肯定是在国内舒服啊，环境熟悉，饮食也习惯。是啊，儿子去美国10几年了，3、5年才回来一趟，哪里还能像以前一样亲近啊？到头来，都是给别人培养的。哎，不提了，不提了。国家前阵子对我们光伏行业进行了深度调研，我相信，我们就快苦尽甘来，公司蓄势待发，我也不舍得这会儿就走。再说了，就算要退休，也要把小聂带出来独当一面再退休。那我要学得慢一点，让张叔多教我几年。我这边呢，主要2件事儿。第一件，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远程和盛远也是竞标方之一。你们如果参与到我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我不会啊，感觉更有劲了。据我所知，这个项目外公交给了邢姐负责，我最喜欢给她找麻烦。谢谢舅妈给我机会。我觉得你们也不会在意，不过我肯定要提醒你们一下。第2件事儿，丰腾这次招标不是总包，设计标和工程标是分开的。我们现在投的是设计标，回头就算中标了，用不用你们的光伏产品，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当然，在竞标阶段，我们会支付相应的光伏设计费用。如果中标，也会为双远竭力争取。没关系的，舅妈。BIPV 这个概念还只是在萌芽阶段，能在这么大型的竞标会上亮相一下，
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有意义了。如果程瑞中标了，不管到时候谁来做这部分工程，对光伏行业而言都是好消息。好，小聂这番话有格局。舅妈，你放心，如果程瑞中标，我们也有信心拿下光伏部分的工程标。好。这环境真好，舅妈，踏勘一般不是由招标单位组织的吗？对，所以我们来过一次了。啊，封腾毕竟是私企，没那么严格，允许我们投标单位自行再次打勘。我们再来看看，补充点资料。边走边说。好。杜伦大师的设计方案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现在完全有信心，一举拿下项目。Le projet de Mère Durand est vraiment remarquable. Je suis convaincu que nous allons décrocher ce projet sans difficulté. Quoi sont les droits?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rêve de laisser un tronçon de magnifique pays qu'est la Chine. 但愿如此，我一直希望在中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留下我的作品。很快就有了，我们共同的作品。Ça ne saurait tarder. Bientôt, ce sera un projet que nous porterons ensemble. 叶总，对面走过来的好像是林总。哪个林总？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女子是南京程瑞设计的沈总，是我们这次的对手之一。小小程瑞也配叫竞争对手？他们能通过资格初审，已经不知道走了什么门。晦气。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这也不是想着你贵人事忙。不过，听说双远你都交给聂小姐负责了。哎呦，你真是命好，以后就不用劳神费心了。谁说不是呢？这不是程瑞的沈总啊！抱歉抱歉，刚刚光顾着和雨森聊天，没有注意到。盛兴姐，幸会。你好，小盛总，真是众星拱月，年少有为。沈总过奖。沈总和雨森怎么会在一起啊？沈总是西光的舅妈，她来苏州，我肯定安排周到的。哎呦，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这一茬。这可是聂小姐的至亲，你是得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好好讨长辈欢心。对，我来当个导游。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是的，杰总。你呀，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硬币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挺直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的。邢姐，西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你从小就伶牙俐齿，喜欢逞口舌之快。不过现在我们长大了，你也该想想以后吧。不想了吧？这不先快乐了30年。原来你还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聂总不也夸过我？那好像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嘛。你看，彼此，你也挺厉害，是吧？是吧？我也很阴阳怪气吧？特别阴阳怪气。好了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我还不太相信，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难道小林你？我倒没有，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做，盛远那边顾不上。好，这话有志气。你们倒是机灵，刚刚对我们的合作只字不提。那当然不能提啊！我们公司除了核心人员，其他人在开标之前也不会知道的。我刚还觉得运气不好，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慎行杰？但是他看着好像完全没往那方面想。他觉得我在讨好女朋友长辈，可见我作为男朋友口碑良好，让人印象深刻。你少见缝插针，自吹自来。So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more powerful. 成了这种规模也来跟我们竞争，不自量力。不过林宇森这人老是坏我的事，不得不防。季柔，你和聂旭光不是同学吗？找个机会和他套套话，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幺蛾子。是。装。不，你这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不会是因为那些传言吧？你放心，不会有人信的。什么传言？OK，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先传出来的啊，说你们组一起去长白山度假，你和 Kevin 因为 Chris 大打出手，Kevin 摔下了雪山，脑出血了，你被迫留在那儿照顾他好几天。放心放心，没有人会当真的，这谣言一点脑子都没有。你要是真的动手打人了，谁还敢放心留你在那儿照顾啊？不过大家都很佩服你的。佩服？啊，佩服你会抓机会啊！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听说，原来凯文的舅舅是那位。你在他受伤的时候这么照顾他，回头少不了关照你嘛。庄，你这平时看起来也不显山不漏水嘛，怎么消息比我还灵通啊？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习，埋头工作不如会抓机会。怪不得宋总去投行部只带你呢，咱俩可是一起进的华亚啊！你要是发达了，可别忘了我。这些传言很荒谬啊，但是传得沸沸扬扬，连上头都来问我。毕竟凯文家里头你也知道，他舅舅是谁？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但是外面的人不相信，这圈子小，传得快，对你对我行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虽然都是瞎传的，但是你应该想想，为什么会有这种谣言出现？为什么会冲着你来？平时你在工作中跟其他同事相处有什么问题，才让人家认为你不是靠过硬的工作能力取得这样的机会，而是靠钻营人情。好了，你是聪明人，我言尽于此。好了，你还出神干嘛呀？以免有人认为我给你开小灶，去工作吧。谢谢宋总。年轻人还是要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最重要，心思纯粹一点才是正道。
庄，对不起，我摔一跤，麻烦你照顾那么多天，还连累你被传谣言。没事，你也是意外被撞。你以后不会疏远我吧？我也是这次谣言的受害者，我明明是靠自己的本事进来的，全都是我靠亲戚，烦死了！你要是因为这个疏远我，我也太冤了。不至于，我们在工作上证明自己就行。你说的对，我们一起加油。Kevin，你晚上回去把长白山那个什么事故责任认定书翻出来，拍照发朋友圈，至少能够澄清下你受伤不是为了我和庄旭大打出手吧？哎，这都什么跟什么？这谣言最早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时间都过那么久了，谁知道？估计早就在传了，现在才传进我们耳朵。庄长得帅，能力又强，估计早就有人红眼病了。其实真的信的人没几个，都知道很离谱，但就是喜欢在背后鬼鬼祟祟的说些话啊，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们知道是假的呀。”好像什么免责声明一样。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胡言祸水一样。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成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呢。很难想开好不好？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肯定会影响我的职业形象的。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我刚刚听说那个庄旭，到底什么事情？我记得他是头发。别急别急，还有讲那些事儿啊，我待会跟你说。行。我算是看明白了，表面越清高的人，背地里越会巴结。本来就是啊，不然他能这么快就到投行部来？你们之前还对他赞不绝口呢。其实吧，会拍马屁不寒碜，靠资源也不寒碜，但是还要摆出一副全靠自己本事的样子，那就让人膈应了。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胡言祸水一样。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成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呢。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不管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我再说一次，我没做过这样的事，你们爱信不信。你不再回来了。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抛向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拜拜，我先走了啊！拜拜，拜拜。
钟老师，你今天怎么跑我们学校来找我？接到电话我很意外。想找你吃个饭，有空吗？有啊。哎呦，聂总来了！包总，你是见人就喊总吗？哟，小聂啊，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可听说了，原来你是双远大股东的女儿。我说呢，之前林总怎么把项目直接交给你负责啊？包总，你也太直接了吧？那就不能是林总慧眼识珠，觉得我有慧根啊？嘿，那肯定是啊。我做工程啊，认识的富二代也不少。你和林总的能力和品行，那都是拔尖的啊，做事也踏实，就是一点亏也不肯吃啊。你们也没吃亏啊，大家共赢才是长久之道嘛。那是，那是。那您过来是？我就是来看看工地进度。啊，你放心吧，我天天盯着呢。只要你们新的光伏电池板及时到货，我们按时交付啊，肯定没问题。哎，包总，你过来看看。来了，小聂，我先过去。好，你忙。下班跑这么快？聂总在视察流光花园的工地，非常认真的工作中。聂总什么时候升了职？好像没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啊。林董，你完了，你已经染上资本家的习气了。我染上了在家吃火锅的习气。晚上到我家吃火锅。好呀。我到工地接你。这么快？江瑞，原来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你姐姐打电话？干嘛？你以为是谁？林哥？不然呢？我们正打算下班去吃火锅。姐，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跟你说一下。你说。前几天庄老师突然跑来找我吃饭，这顿饭吃得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结果他就是喝闷酒，什么也没说。后来走出饭店，他说要送我回学校，我说不用，他也没理我。后来快到宿舍的时候，他突然问起我们去欧洲游学的事情。姐，你说他是不是后悔了？不用管他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我知道，我就是……其实有件事情，我过年的时候一直想告诉你，结果在长白山看他态度那么冷淡，我就没说。就是去长白山之前，张阿姨忽然跟我提到说，庄老师暑假的时候来我家找过你。张阿姨告诉他，你和我留学去了。张阿姨说的是留学啊，我跟她确定了好几次。姐，你还记得吧？当时我们出国，因为走得匆忙，你的手机没开通国际漫游，打不通。就算打我的电话，也可能因为时差关机接不到。他或许找不到我。姐，我有时忍不住就会想，如果不是我出国游学，江瑞，谢谢你拉着我出去游学，我觉得现在更快乐。真的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肯定是支持林哥的，但是你以前，所以我想关于你的一切你都应该知道，然后没有遗憾。我明白。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江瑞，他去南京找我，并不代表什么。有些喜欢，对于我来说，就像别人家里的灯火，何时亮起，何时熄灭，完全捉摸不透，无法预测。但是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身处黑暗，也可以感受到温度，感受到它围绕在我身边。以前的喜欢是真的，现在烟消云散也是真的。我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快，但是这并不奇怪，对吗？没有得到对等回应的喜欢，和两情相悦比起来，不堪一击。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羔羊卷，牛肉卷，牛肚，还有冰淇淋，好可爱那个。这个，这也太大一桶了吧！这是比我脸都大，不行不行，吃完胖死了。走走走走走。我们去买点冻豆腐和午餐肉吧。龙虾好像不错，买一只。清洁阿姨不在，你会杀吗？这难道不是杀鸡用牛刀那么简单？那要2只，波龙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1只。2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我发誓。行。你好，麻烦要2只波龙。我们要那2只打架的。差不多了，我们再去买一点调料。我想去个洗手间。你先去买调料，再买点长河的饮料。好。你来处理食材，我弄锅底和调料。可以。我的少加糖。知道啦。你不是说你会吗？
到底是人虾有别。等一下，我正在仔细研究它的身体结构。研究出来了吗？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拿你手机嘛，我手机在包里。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哎，你看这个。会了。雨森，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啊？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好，加油！哎，最后一块你吃掉。你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吃1只？我是吃了一整只啊，有壳为证。不信你数数。拿来我拼一下。你真拼啊！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